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一伦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好久不见的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现在啊，每天有川普的讯息哦，因为川普实在太狂了，他的2.0回归哦，实在是每天都有他的消息。好，我们就要看到川普跟马克宏啊，他在对话上面竟然有猫腻。好，但后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细节。我们先看到啊，马克宏他现在在达沃斯论坛的致辞当中有谈到中国，他一方面呢是有老调重弹，然后渲染所谓的中欧贸易失衡，那另外一方面又强调中国是受欢迎的合作伙伴，但提出中国对欧投资应该利于欧洲的经济增长，并且转移技术，所以当然是呼吁欧洲要加大对欧洲的投资说这个要拯救欧洲的工业。好，那大家对于达沃斯论坛呢，我们帮大家科普一下它是世界经济论坛那当然是每一年的1月在瑞士这边来举办，所以现在马克宏已经到了这个论坛。那但是英国现在也批准了中国在伦敦新建使馆，好，这确实是一个转捩点我们看到英国的《卫报》在20号有报道说这个英国政府当天就批准了在伦敦东部来建造中国新大使馆的计划。那当然这是结束了2018年以来的漫长争议。英国媒体说中国新建大型新使馆的申请获准将被视为是他们的首相史达默未来访华之行扫除了一个关键障碍。所以大家发现了吗？欧洲现在很多的领导人哇，大家都是此起彼落的到中国大陆这边来进行访问这个确实是有一些讯号存在的。好，但是川普现在心心念念的则是要夺回格陵兰。好，那他这个格陵兰的这个野心我们看到他自己 po 的这张图他现在当然也很会用 AI 来做梗图啦他现在拿着这个美国的大旗，然后在格陵兰这边誓言说夺格陵兰绝不回头这是他 AI 生成的图。当然他也公开了跟马克宏的私人讯息。好，这就是刚才一伦说的这个对话有猫腻因为除了这个马克宏有特别讲说他不会在达沃斯的论坛跟川普来会面，但是呢川普透露这个马克宏给他的讯息里头就有讲到说我可以在达沃斯的会议之后，在周4的下午在巴黎安排一次 G7 的会议好，那周4在你回美国之前，我们在巴黎一起吃个晚餐吧看起来马克宏嘴巴上都说讨厌美国美国不好，就私底下写的讯息是要跟川普靠近的而且还希望跟他有一个对话，还要吃饭当然就是想拉近关系所以大家对于马克宏确实如同这个法国人对于马克宏的感受他的这个民调不好嘛，所以也显见在很多的动作上来。好，那看到强收格陵兰现在川普说欧洲领袖对收购的计划不会太强烈的反弹。好，那我们要再看到川普也在准备要进行到达沃斯行前他就说你们很快就会知道。那格陵兰总理说必须要面对这个美国可能有入侵的准备。我们看到格陵兰的总理尼尔森，他是特别讲说，尽管军事的入侵仍然属不太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但是在川普持续威胁接管格陵兰的情形之下，现在格陵兰的民众跟当局都需要开始为可能的军事入侵来做准备。好，这是格陵兰总理所说的。好，目前现在也看到了丹麦这边的陆军司令确实已经驻扎在格陵兰这边了，那他们当然是有相关的应处。但是美国的加州州长则是批评欧洲的领导人说你面对川普软骨头竟然是带上护膝。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And stop being complicit. It's time to stand tall and firm, have a backbone. I can't take this complicity. People rolling over. I should have brought a bunch of knee pads for all the world leaders. Wake up. Where the hell has everybody been? Stop with this shit diplomacy of sort of niceties, and somehow we're all going to figure it out. Stop saying one thing privately and another publicly. Have some spine. Have some goddamn balls.
好，他觉得欧洲领导人在面对川普的时候都是软弱无能，然后又说他们要拿出骨气。同样也在达沃斯论坛上可见达沃斯论坛已经变成了这个格陵兰跟欧洲、美国的一个重要的焦点好，那看到川普的格陵兰野心，当然会冲击到北约的团结。然后 CNN 就说其实长期以来分化美国跟欧洲的，还有削弱西方阵营的，就会被视为是克里姆林宫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那俄罗斯其实都一直通过一些破坏的行动跟假信息，试图要动摇西方的制度。那因为其被莫斯科视为是阻碍领土扩张跟重拾苏联式影响的一个关键障碍，所以目前川普对格陵兰野心，然后跟欧洲之间的一个分裂，让 CNN 觉得根本就是正中了克里姆林宫的下怀。好，那当然现在普京的态度也是大家关注的。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他说，如果川普能够成功的将格陵兰并入美国我们要给他拍拍手因为他的攻击将会载入世界史册哇，听起来川普一定很开心很送好，但是大家就说这根本就是普京在大玩捧杀他们就是故意这样讲，就是要让川普去做他们就可以从中获利。所以 BBC 就分析这种易于支持的这种言论实则就是要挑拨欧美盟友的关系，而且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扩张寻求舆论的合理化。所以接下来是不是中俄就是会有一些利多呢？就因为川普要拿下格陵兰嘛，日本媒体也会担心说这会成为送给中俄的战略大礼因为川普为了并吞格陵兰证明主打强化对抗中俄的安全保障，但真正能从并吞当中获益的反而很可能是俄罗斯。原因就是因为在美国这种大国被视为可以在他的势力范围自由行动，那么中俄很可能就会引援相同的逻辑来行事。之前川普对委内瑞拉军事进行一些军事攻击跟封锁的时候，也有人有类似的讨论，因为台海也有类似的概念。好，我们一样看到了这个马克宏的部分，我们先问介大使。马克宏事实上一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支持者啦，也就是说，其实就欧洲人来讲，比较有欧洲意识的，都认为二次大战以后美军还有 NATO 常驻在欧洲是他们的一个耻辱，历史性的耻辱。欧洲都在别的地方驻军，都是在别的地方去管控别的区域的事务。二次大战之后，他们沦落为被美国跟当时的这个苏联瓜分的一个窘境。那当然苏联已经垮台，现在就这样，美国的势力在欧洲，在欧洲人眼中，你看美国就是一个外来者，所以欧洲要自己站起来的话，就要把这些势力都赶走。这就是欧洲主义他们这种中心的思想。那像马克宏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研判，其实马克宏很希望这个川普因为要格陵兰把北约搞垮，这就是戴高乐主义的核心。戴高乐当时美国搞北约，只有法国退出戴高乐后来退出，后来又加入了。可北约的总部本来是放在法国的，戴高乐把他赶到布鲁塞尔去了。所以这一列意思我们不能忘记，也不能就是说完全不注意欧洲人他们对这些美国在欧洲这些目前的现状的一个看法。他们认为是历史的耻辱那能够把美国赶出去，这个是一个好时机那当然这个时候当然就变成就是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对，所以现在对中国的观感对中国的论述都变了。所以你要知道，国际上他说你好的时候，是因为你对他有好处；他说你坏的时候，是你对他造成威胁。所以没有真的好，真的坏。那他这种尤其这种文化制度上，他认为他优越，其实都是用来攻击你的一个手段。那现在他话锋一转，他就觉得中国大陆其实是一个最受欢迎的合作伙伴，这个话是很重的。欧洲的领袖这样讲是很重的。那不过他提到一个问题，也是中欧贸易失衡这其实对欧洲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失衡是最近2-3年突然出现的，而且是大量的失衡。那所以过去中欧之间，欧洲还享有这个顺差，后来就大波比较平衡。这2-3年突然，中国大陆跟欧洲的贸易中国大陆的这个顺差巨幅上升。那欧洲人是这样子的欧洲人是嘴巴讲公平贸易，讲贸易规则，他被你赚钱赚多，他立刻就保护主义，
他才这个就是说这个什么讲一大堆理论，讲什么公平对待，他不会的，他马上就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马克宏来讲的话，他也是确实指出这个问题。那可是说他要中国大陆帮助这个拯救欧洲的工业欧洲的工业很难拯救，因为为什么呢？欧洲人是不求有一点点不求发展的地方，他要的是一个平衡的一个世界，他什么都很平衡，他的房子也不给你随便拆的，300年500年房子表面都不能拆的。他很念旧，这个念旧他就很难创新，所以他创新方面就比较差。其实他们网络也不是非常的快耶。他网络也不是，我告诉你连德国人到现在连信用卡都不怎么用，他喜欢用 cash。那中国大陆都已经到了这种电子货币的时代了，所以是蛮难的啦。那英国的这个使馆的话，主要是因为太大了。它有2公顷大，而且是一个古迹。可是问题，你中国大陆在7年前花了2.5亿英镑已经买下来了，你怎么能让人家不让人家盖呢？那人家当初干嘛要卖？你钱赚到了又不准人家盖，所以其实是英国有问题啊。好，盛峰委员怎么看？这个委内瑞拉给川普成功了之后他飘了，他认为全世界他是可以主宰的，对，没有什么不能做到，没有说，而且只要我想做，没有做不成的。他 AI 形成那个照片呢，他带着副总统跟带着这个国务卿，然后拿着美国国旗插着，这个请问，假如把这一张换成中国大陆，你说会怎么样？对这一张，欧洲好像可以容忍，世界好像可以容忍。假如这一个国旗换成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旗，包含今天对美国呢最大竞争对手的中国的国旗，你看会怎么样？这就是世界嘛。我们可以这样子再来看，领导人之间的私讯公开这是极为不礼貌的行为，就好像这个洪森去公开的人家的私密谈话一样。所以一个国家领导人做出如此我已经不会形容他的形容词了，这真的很难听的。这样的行为真的卑鄙到极点了。结果呢，他们呢就无所谓。好了，我们讲完了这些小小的点点滴滴之后就可以看到，是的，当发现美国不可靠的时候，他们又发现一件事情：中国可商量。美国不可靠，中国可商量。发现跟中国之间的纠纷也好，这个分歧也好，是可以透过谈判来解决的。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的对世界哪一个国家指指点点美国不一样就看我们最近的贸易谈判很多人在骂民进党，其实我也不太骂国民党去谈也不见得谈得好到哪里去了。面对美国就是跪舔嘛，除了跪舔还有什么路线呢？但是要进格陵兰这个事对全世界对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假如丹麦的主权跟领土可以为所欲为的拿，那乌克兰为什么不能？基于我的安全，为什么我不可以进攻乌克兰呢？基于我俄罗斯的安全嘛，基于打成这个样子领土怎么着？那输了那一块就割给我嘛。各位，假如格陵兰可以这样子为所欲为，那今天所有的西方出来挡乌克兰的，说俄乌战争的，又对在哪里呢？又有什么理由可以来收东道市呢？同样的道理，假如把这个放到台湾的时候，台湾跟大陆还是同一个主权范围的内政问题那假如这个时候采取了强制的手段，你爸爸什么的时候处理的时候，那叫什么呢？青鸟们，你们现在不是叫很大声吗？怎么都不叫了？怎么面对美国马上就跪下去，跪舔美国是第一对抗中国是使命嘛，对吧？但是一样，全世界我们看到的出来都一样。第二个，势力范围这几个字，我们所有读外交史的人都可以知道，读国际都知道，那就是19世纪、20世纪初，之所以会有2次大战以前的几十场战争，然后发生了2次大战，就是一个东西，势力范围所引起的冲突嘛。这个势力范围引起的冲突所带来的悲剧还不够吗？美国拜登促使了中俄变成了背靠背的好朋友，一样的道理。这一次格陵兰的作为也会让俄罗斯重新入欧，找到一个很好的条件。
那么俄罗斯加整个的欧洲所形成的力道啊，他们才会发现对美国才会有平衡的力量。好，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看到啊，现在就是德国的总理 Merz， 那他要在2月底的时候访问中国大陆，那在1月底的时候，英国的首相施凯尔要访问中国大陆。那我们再想想之前那个韩国的总统李在明访问中国大陆，为什么大家都落益于途？现在这个状况像不像大唐盛世的时候，所有的来使或者是所有的国家的那个时候的领导人通通集合在长安，是不是同样的状况？那意思也就是，无论是大使或者是盛峰老师所提到的，大家从中国身上想到了什么？是不是发现真正只有中国在意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然后创造共同富裕？也就是中国现在是市场，现在是工厂，未来就会转型成市场。所以我们讲的三国领袖啊，他们到中国去的时候，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或者是带着一群官员而已，他们都带着200人以上的这一些商业团体一起去。为什么？因为大家要做生意啊。那跟美国，对不起，做不了生意还要付税啊。那美国对于格陵兰呢，其实我们讲到它大棒以及金钱都准备好了，也就是大棒与美元。那我们看到有关于美元的部分，他帮这个格陵兰呢，格陵兰人不多啊，也就5万多人，所以你看看他真的也不想付多少钱。他这里讲到一个人呢，从1万美元到10万美元，意思就是人还有等而下还有不同等级付不同的钱呢。然后呢，这个川普其实他想要达到哪一种目的呢？他就开始胡说八道。为什么这么说？他现在说，哎呀，这个格陵兰附近通通都是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这个舰队。然后结果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丹麦在北极地区的指挥官，他讲得非常清楚啊，也就是在310海里之外，只有一艘俄罗斯的科考船，根本就看不到中国的各种的船只，所以不要再说谎了，这个都是路透社的报道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北约缺乏的是什么？北约如果对于内部国家的攻击，其实是没有一种解决机制的。大家想一想，这个土耳其跟希腊之前是不是也发生过军事冲突？结果呢？结果两国都提出申诉，结果大家都是没看到。现在如果美国对于格陵兰做了什么，对不起，我们讲到北约响应，只有那个英、荷兰、芬兰、挪威、瑞典、法国派了23人响应，大家看看有多悲催啊！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刚刚前一段讲了很多达沃斯论坛哦，说每一年1月会举办，就在瑞士，这也是世界经济论坛当中。好，这次哦，川普特别也去了。为什么说特别呢？因为是睽违6年，他亲自再参加这个会议。但是哇嘞哦，川普出师不利呢吼。好，我们看到他乘坐的空军1号突然遇到电力问题啊，就追踪图就曝说这个高空急转弯折返基地哦，所以马上华尔街日报就做了相关报道，说他就是预定在美东时间20号要到达沃斯来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年会，就没想到空军1号在高空当中发生了轻微电力的问题。那稍早在美国东岸外海急转弯返回了安德鲁斯的联合基地。好，所以川普接下来要改成另外一架的飞机前往瑞士。好，那我们看到达沃斯论坛，其实川普在这里头哦，他有一些角色存在，因为他超级想当老大。他这一次哦，说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美国访团哦，因为包含了卢比欧、
贝森特都去了。那他是高调的重返达沃斯哦，展现美国依然是世界当家。CNBC 报道说，他是继2020年第一任在论坛发表演说以来，又再次的亲临现场。好，他的演说就要释放一种讯号，就是美国要重新调整跟全球经济精英间的互动关系。好，再度还是刚刚顺丰委员说的，一切他多着算。好，他要在这个论坛当中再次传递这种讯号。好，所以呢，看到欧洲跟美国的互动也就是我们刚才又在讲到马克宏，他今天是我们的大主角。好说不打算在达沃斯跟川普对话。他说法国跟欧洲显然是坚守着国家主权跟独立的原则。好说这不是过时的做法，而是不要将2战的教训抛诸脑后。好，这一次不打算在达沃斯论坛跟川普对话。好，那当然我们刚刚有稍微透露了一点川普的这个对话当中马克宏明明就有跟他讲说，我们可以在巴黎吃个晚餐呢所以嘴巴上说川普不好，骂川普，但是私底下还是要再跟川普见面。好，那川普也曝光了马克宏的私讯嘛，那当然就有威胁说法国的葡萄酒跟香槟我要征200%的关税又是拿关税来当做威胁的工具跟武器。好，我们看到川普说没人想要他啦因为他很快就会下台了。如果他们想要跟我作对我就对他的葡萄酒跟香槟征收200%的关税，他自然就会加入了啦但他也不必非加入不可。好，川普这种感觉就是随便你啦，你爱怎样就怎样你骂我随便我就征你200关税，不要让我不开心好，那当然中美的关系现在是不是悄悄在和缓呢？我们先看到何立峰中方这边呢也有出席达沃斯，他捍卫中国大陆的经济模式，他向国际工商界跟政界的领袖来发表谈话。那何立峰说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各国的商业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那他也提出了一些数据包含是中国去年写下了创纪录的1.2兆美元的贸易顺差，说中国从未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不仅希望成为世界工厂，也愿意成为世界市场。好特别对于这个很多的大佬工商经济论坛上面讲出这样的话。好，那何立峰在达沃斯也跟贝森特见面那他们要谈论是大豆的采购那当然也批关税战损及了全球的经贸。好，何立峰跟贝森特会面，当然双方是就中美的经贸来进行沟通交换意见，而且讨论到大豆采购在内的一些具体合作事宜。那两国也强调经济是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完全可以互相成就，而非彼此的对立。好，那中国现在的经济确实有看到一些数据上的呈现，也就是他们的 GDP， 这是根据他们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在2026年1月19号发布的资料。初步核算，2025年中国的 GDP 超过了140兆人民币也就大概20兆美元。那按不变的价格计算，比上一年增长了5%，5个百分点左右。好，那当然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暨执行长布伦德也特别讲说中国大陆不仅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体系跟完善的基础设施，还持续的投入研发跟创新，所以展望2026年，中国大陆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支柱。好，这个是世界论坛的主席特别说的。好，但问题是现在还是存在着稀土战的问题吗？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正在加速打造结合稀土、还有先进制造以及国防动员的一条龙式垂直整合型的国防创新城市。那要形成从原料还有零组件到整机与应用的一个完整产业链。所以这是不是代表美国危险了？因为美国对于这个军工的部分也是非常的在意。那因此呢，就有人对比美国的稀土加工厂计划迟滞，就双方的工业力量会不会在未来这个差距是逐渐扩大？所以美国当然很警惕因此在稀土上面，这个川普也是不断的去找，不断的去谈合作，甚至格陵兰他要拿下也跟稀土有关系。好，我们来看到了川普出师不利去这个达沃斯论坛，结果空军号发生了问题。我们一样先问谢大使。对，其实这次这个 Davos 看起来对川普来讲应该是一个鸿门宴，
可是川普呢，就说他是这个伤势喜办，他这个对他这一次的不但阵容庞大，他还在他出 social 发文呢。他这个很少说去出国参加什么发文啊，他发文还连发好几个。哎，他有一个文5个小时发，5个小时前刚发的，还热的。他说在这次在 Davos 美国会被非常好的代表，有非常好的代表。然后他画了一个谁，就是我，就是我。然后呢，然后他说那愿上帝保佑你们大家。然后呢，下面句名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就简短一句，他说美国会被很好的代表在 Davos， 由我来代表。那他还发了一个新闻，他说同样时间，他说我现在要去 Davos 开会了啊，那我会在今天晚上的10点在 News Nation 里面接受这个一个记者的访问，然后呢，请大家好好的享用。他连这个新闻他都发出来了。不过在里面之前呢，他更发表了一个对欧洲可以说是一个警告的一个讯息。他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总统曾经对北约做出这么多的贡献。如果我不再继续接续的话他说这个现在立刻北约就会消失了，就没有北约这个组织了。那北约会成为历史中的灰烬，很可悲，可是是事实。然后再句名 President Donald Trump， 所以他去欧洲之前戏很多然后自己都不睡觉的，都不睡觉，然后连发3文那当然他也没想到他的飞机不太争气了。不过我觉得这一次川普大概想要在那边搞个惊天动地的演说吧。不过派了那么多人，说实话，真正赚钱的是瑞士人因为 Davos 在山上一个小镇，每次要开这个 Davos 会议的时候那边旅馆都是天价，是，所以川普这次不晓得包多少旅馆，你要赢的话，搞不好你不晓得你能赚多少，可是瑞士的旅馆业者、观光业者赚翻了。好，顺丰委员怎么看？川普自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智慧、最有厉害的人。我看美国人大概有一半不这样看，最少。那全世界呢，看到的不是聪明的川普，看到的是制造世界乱度而慢慢的不可收拾的川普。可能问题怎么收拾？将来别的问题怎么收拾？现在看的时候好像跟中国稍微好像有一点趋势平缓。那这时候就告诉全世界一个事：原来跟川普往来，不要说什么拿出实力，他只有服从于实力，他不服从于道理。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全世界看到的是美国制造出来的乱局，那同样的，全世界也看到了一个行稳致远的中国的政府。所以当川普在那里耀武扬威的时候，那何立峰在那里说的，我们跟世界各国就是一个往来的关系、商贸的关系、定点的关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中国大陆持续的一定会在有这么大的这一个贸易顺差额之后，它一定要开做的是市场要更开放，投资要更开放。那可是呢，对于中国大陆要对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要做开放的时候，那它也有风险，所以它的风险就用试办试行。那么可以看，比如说香港就是它一国两制下试办试行的地方，那不会影响它的本质，可是好的部分就可以移植。他把沙河监理的这个观念用在整个政治上的操作，比如说这一次海南的封关也是如此，第一线是完全开放，第二线是管制，所以所有的外资进来就在这个地方，那自由进出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应该怎么管理？用海南做试验，成功的话，他就会把这一条线慢慢的往后移。中国大陆用这样的方法来作为对整个世界的适应而不是用我就是有力、有钱、有炮
那我就可以要人家来征服。这个想用炮力量来征服的世界了，应该已经过去了。那么可以来看看中国大陆这个的成功，相对于美国，你看川普一个人决定了，他怎么说怎么算。那这一次他用的人跟第一届不同，第一届用的人因为他不懂，所以他找所谓的专家，结果他跟每个人都闹翻。这一次他认为他最懂，他全部用的是听我话的人。所以这个怎么看呢？川普跟这些大臣的关系怎么看？怎么像皇帝跟太监的关系？因为太监不必有能力，太监最大的任务就是让皇帝高兴啊，因为他所有的权力来自于皇帝，皇帝不在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是。各位可以发现，整个的官僚体制，假如成为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中国大陆的成功是从治理绩效来成功，还有一个是民族性格。中国人的勤奋造成了民族性格，所以有效的政府、勤奋的民族相互结合起来的结果，在达沃斯论坛里面可以发现，欧洲在转向了，转向了一个可以尊敬、可以往来、可以商量、可以商议、可以共事的中国，可能比那个不可控的美国好多了。好，这样两相比较之下那当然大家就会有一些选边站的问题了。郝舰长怎么看？川普说要在达沃斯论坛跟全世界的经济精英进行一个互动，什么样的互动？是这个有关于关税的制裁吗？那对，那个马上我们就看到马克宏说他要敲打川普。真的你可以敲打川普吗？你还没敲打川普，川普就直接跟你讲说如果说你没办法加入这个和平基金会的话，那没关系那我们就对你的香槟酒开始课加关税。所以那个现在川普玩这个关税已经玩上瘾了。但是这个和平我们刚刚对不起口误是和平理事会和平理事会进这个会要付钱的。我相信在东亚有一个多山的小岛，应该很有兴趣他一定会说，选我，我可以吗？那我们刚刚上一节特别谈到有关于马克宏的这一篇，就是他专门传给这一个川普的这一篇，可是大家仔细看，他其实留下了很多的讯号，他不明不白的，他为什么特别的讲格陵兰？而这个格陵兰根本也就是川普现在的心中最重要的部分，你为什么要讲？而且你既然要去吃饭，那就讲吃饭嘛，你为什么要讲叙利亚？可见这个马克宏早就知道你一定会把这个公开，所以呢，我就故意的这样子传给你，让你来公开，然后让你公开，让法国大家觉得，法国好像是敢这个跟川普讲实话，不过你也没有这个底气所以我们现在要想一想我们现在选这一些领导人我们到底选的是什么？我们选的是一个贤能的人，还是我们选的是一个演员或者是小丑只要来扮小丑，大家都很开心。但是我们讲到中国大陆的那个发展它的 GDP 已经接近要20兆美元，20兆美元什么概念？占全球的1/6。那接下来呢，中国它的一个经济体量相当于整个欧盟所以我们刚刚前面在讲到为什么这么多国家络绎于途，愿意前往中国大陆，真正的原因，笨蛋，问题在经济。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我们看到有一则不幸的讯息就是阿苏山的空难。好，那里头有2名都是台湾的游客。好，所以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些相关影片那这是昨天监视器画面显示，载有1名日本飞行员跟2名台湾旅客的小型直升机20号坠毁在九州熊本的阿苏山地区。然后火山口的监视器镜头，您看到它就拍到了坠机瞬间，哇，直升机就像是被吸入火山口当中。
好，所以呢，现场的照片也有相关的显示说啊，直升机的碎片四散各处，好，只有机尾部分勉强保持原状，其余机身啊是几乎全毁的。好，刚刚一轮也追踪一下讯息啊，目前已经跟家属有过相关的联系。好，那也说啊，因为这个里头实在是看不太到，所以连今天哦有这个无人机去上面哦都是失败的。好，那这件事情啊，其实大家也很关心啊。熊本县警方哦跟阿苏广域消防部哦，也在21号上午赶快到了事故现场附近设指挥本部。好，那为了判断是否能够重新展开搜索，已经派了先遣队上山来进行勘察实地情况。但这其实不是首例啦，阿苏火山的直升机同机型也曾迫降，当时酿成了3位人员的重伤。好，所以网友就说啊，这个直升机行程啊起飞10多秒，突然也发现门开了哈，所以立即向机师示意要拉着机门反抵地面，直到工作人员把门关好之后，才又再次起飞。好，我们希望能够传出好消息，我们也持续带大家来掌握。但是讲到日本，就会想到高市早苗。我们先看到就是最近日债抛售潮延烧到了美债，这让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啊，已经跟日本的财务大臣来进行对话。好，日本国债的抛售潮就波及到了美国国债的市场。好，那日本公债遭到抛售，财政大臣就呼吁说，大家要冷静吼。好，说这日本长期的公债殖利率飙升到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准。好，这影响到了美股，好，影响到了今天的台股。好，那高市早苗的减免消费税啊，也就是因为这个导致了公债殖利率好现在有抛售，公债殖利率有抛售的状况，所以大家也说是因为财源不明，那市场很担忧一个状况。我们先看到，因为他就是希望在不引发市场疑虑的情况之下，要调降消费税来筹措资金，但是又缺乏明确的解方，所以外界很担心啊，他会走向的就是英国前首相特拉斯的财政扩张的路线。好，财务省也估算高市提出的食品跟饮料的消费税暂停征收2年这个方案，其实每年的成本大约是5兆日元，这规模啊仅略低于教育、科学还有文化支出的总和。好，但是高市早苗的算盘啊，其实它是要压注在选民最关切的通膨议题。好，那认为在最能选举当中巩固他的权力，但是又面临平衡的挑战，也就是一方面要拉拢选民，另外一方面又要抑制市场对财政支出可能的失控。所以现在高市早苗啊解散了众议院嘛，但是他的经济恐怕也是另外一个考验跟问题。好，那中日2人在一个冰点嘛，我们先看到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他说日本计划在台湾附近的岛屿部署中程导弹这不是爱好和平之举，是恰恰相反。好，但是对日本现在中国大陆的稀土审查也越趋严格。好，所以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去年12月对日本的出口稀土磁铁量是280吨，已经下滑了8%。低于前一个月的305公吨。好，那日系车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也是惨不忍睹，已经不到9%，双边的关系恶化恐怕会让整个关系持续的加剧。好，所以外媒指出中日关系恶化没有见大规模的抵制，但是舆论可能也会使部分的消费者变得更加的谨慎。好，我们一样先看到整个日本的这个情势。当然，因为最近台湾人在日本很喜欢去旅游，那我们看到阿苏火山的空难的部分，我们一样先问谢大使。对，阿苏火山它不是像有些火山是免火山，或者说是休火山或者死火。阿苏火山是一个活火山，对，它常常还是会爆发的。前几年才爆发过，所以它是不断在爆发的一个火山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有兴趣。那可是我们看这个空难发生的时候那个直升机在被吸进去呢，那个天候状况是不好的。那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就个人判断了。那天候不好，再是一个活火山，它的危险度是很高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要去任何地方，要去怎么旅游观光可能要多做一点功课。不过阿苏火山是很有名的活火山，在日本来讲非常有名。而且要搭这个直升机不便宜耶。
不便宜啊，所以这个就要看你自己本身你要做判断了，对，而且你看它的失事率也不高，随便举一下，2023、2024都有这些例子，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外旅游啊，安全至上啊，对，有一些冒险性的事情啊，真的还是要大家还是要多留心、多三思啦，哦，那不会说到日本就不会出事，那不一定，对，不是看国家的。那有时候看这个地区，看天候，看了很多东西哦。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说，高市早苗现在的经济政策，不论如何，他的经济处境是不好的。哎，他最近他上任以后，他调降这个日本调高日本的利息嘛。日本以前在安倍的时候是负利息，对，那他就要调升利息，把日本的利息往上调。那当时有大家预期说，哇，这会造成全世界的经济的一个怎么样动荡？为什么？因为当时负利息或低利息时代，很多人在日本借钱，然后付日本的低利息，然后把这个钱拿到美国去炒股，炒这个美国的债券。美国债券比如说4%、5%，在日本它的这个利息不到1%。那他借一大堆日币，然后换成美金到美国来，所以造成就是说，日本变成全世界这个投机的这种投资资金是最大的。那他这个日本这个高市早苗把日本的利率往上调，显然是想让日元回流嘛，然后造成日本的这个经济的一个热钱涌入的感觉。那结果呢，不但没有他这个调升利率以后，不但没有发生。日本的这个所谓的这些整个股票也涨啊，什么都涨的都没有，就是说还有这个日币升值的结果，日币不升反跌，那可见日本的这个经济的状况比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个不小的调升利率的动作都没有办法产生正面的效应，所以日本的经济是很严峻的。那再加上他一上台没多久，就把中国大陆怎么样？就挑衅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第一个就把你的这个观光客客源可以给你砍，你不要小看观光客，日本的 GDP 里面有7%是观光事业，他一年的观光客是到6000万人啊，那他很多观光的从业人员，而且都是中小企业低收入的，那他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观光掉了40%，对日本已经是一个打击了。再加上中国大陆又开始讲这个稀土，然后这个1000多项的军民两用对日本的限制出口，那对日本的这个产经界来讲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高市早苗还有其他的作为比如说对这个消费税做调整所以各界都非常非常的紧张，而且他还要借这个情况还要改日本的改选这个国会的改选。日本国会改选，你知道一次要花多少钱？600亿日元。他这个一方面想要赚钱，一方面又大手大脚的花钱，那又把这个最大的生意伙伴又怎么讲挑衅？所以我觉得经济手段的获利远不如他在政治手段的失误所造成经济的损失来的大。好，顺峰委员怎么看？人讲说世界经济有3个爆点，一个是中国的皇室。一个是日本的债制，一个是美国的赤字。那这3个问题里面，显然中国是用主动的方式让皇室的泡沫把它戳破，然后慢慢的再把它稳固维稳中，因为它面对问题。可是日本面对债市呢，束手无策；美国面对赤字也一样束手无策，因为这个明显的政府。举个例子，现在日本要去改选，那改选的理由是什么？算一算，现在改选对我最有利。他考虑的是这个，他不是考虑现在国家面对的问题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不止如此，他还背负了一个历史的包袱，这个包袱是他自己背的，不愿意放下去。前几天在联合国的会议上，中国大陆非常正式的公开对日本呢展开的挑战。这个挑战里面很明白的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是2次世界大战军国主义者的遗孽呢。你们根本就是犯下严重的这个违反人类行为，你们发动的战争，到今天为止，
没有对东南亚的，包含中国在内任何一个被你侵略的国家表达过歉意和道歉。你们没有资格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办理什么等，哎，这个指控很严重哎，这个指控就等于是脸拉下来，我跟你直接对着干。那为什么日本今天发展经济有道理吗？请问今天亚洲有哪一个国家对日本的领土有野心的，或是哪一个国家对日本的主权有挑衅的？或许有各个小岛的争议，但是绝对没有对主权跟领土的野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它配置了多少的攻击性的武器？比如说象征自卫防守的这一个的武器里面两路登陆舰变成了准航空母舰，是吧？ F-35引擎轰炸机，然后呢，宙斯盾级的这个驱逐舰，那中程导弹飞弹等，这些哪里是防御啊？这些根本就是攻击。那你准备攻击谁啊？你2次大战犯下的罪行，属于联合国宪章所规范的敌国条款，还背在你的身上。结果你现在照道理讲，你应该走上你的和平宪法，走上你的自我防卫。结果你今天所准备的是进攻。问你，谁威胁你了？你想进攻谁？好，舰长怎么看？刚刚大使啊有特别的苦口婆心的劝告大家到海外啊去坐直升机要特别注意啊。那其实坐直升机去用这种俯瞰的角度其实是很过瘾的。例如说在纽西兰南岛的福克斯冰川，它有直升机，它直接带你到冰川的最上游，然后它停下来让你在那边拍照，它还帮你拍照，然后卖照片，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做生意的一种方式啊。那另外其实我们台湾曾经有一位女歌手啊，那他曾经就到夏威夷去玩的时候，也坐直升机，然后直升机坠毁。其实大家有发现这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共通点？他们都在活火山附近。那活火山呢，其实它都有火山灰，多多少少都有。那这个火山灰不断的积累在这个那个发动机上面啊，就会造成失效，那也就可能造成机械故障。那机械故障的时候，我们从外观看起来它好像被吸进去，其实可能是它自己故障啊。那至于说我们看到啊，现在中国大陆对于日本的这些两用物质啊，那物资啊，通通要进行管制。然后而且呢，不管你是军事用户或者是军事用途，为什么？因为现在日本它大力的发展自己的装备，无论是03式的这种防空飞弹，它原来只有50公里的一个拦截的距离，它现在要超过150公里。那这一些它中间重中之重用的就是要稀土，所以日本那个这样的发展当然促成了中国的管制。那再加上高市早苗的胡说八道，那这只是防空飞弹而已，那还有12式的这一个反舰飞弹，它原来只有200公里，现在要改的超过1000公里啊。那这一些其实它就是要对于中国进行所谓的离岸制衡，它要当美国的这一个代理人。那其实日本干这件事一点也不意外啊。我们想一想，当年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日本也是离岸制衡的角色，它是那个时候它的背后是英国，现在它的背后是美国，所以日本很习于扮演这个角色。